汉宣帝训自己的太子说你不能就信儒家的那一套，用德政治国。我们汉家的传统制度是霸王道杂治，霸道和王道杂或者用。文革失败了，然后我们发现官家集团改弦更张，调整了那个武装教团的教义，就是把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是推翻封建主义的人自己却成了红色贵族，而且比他推翻的那个地主是更有强制力。你干掉的东西，恰恰后来你变本加厉的成为了他，这就是这个悖论。毛泽东当时是非常清晰的意识到了这一点。书里头您其实贯穿从头到尾的，是有一个这个对权力的这种讲解分析的，而且您在中间用了一个很精准的比喻，就是这个俄罗斯套娃。因为我相信可能很多观众并没有拿到这本书，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是有必要专门拎出来的。先让我问一个很抽象的问题，就是在您看来，权力到底是谁？然后您用这个俄罗斯套娃这一层一层一层的，想描述一种什么样的这种权力的结构和权力的状态呢？尤其是放在中国的这样一个语境下哈，您再具体的把这个问题给我们拎一拎吧，就是权力是谁？然后在您的思考和整个这个建构中，您希望描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权力的存在、权力的结构和它运行的这种终极的一些规律？干脆就一句话回答权力是谁。那权力是谁呢？权力就是打天下坐江山的那个暴力集团。但是他们打天下坐江山之后，不能靠这个那个抡刀那个拉弓射箭的这伙人去就是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于是他们要从儒生中选拔各级官员作为代理人啊，然后就这个暴力集团及其代理人，就这两个主体，就是大小股东加上那个 CEO、MBA 啊，他们共同构成了官家集团。我重复一遍，权力是谁啊？权力就是暴力集团及其代理人，就这两个特征。明白。当然这个每个阶段都不一样啊。就是秦汉以后，历代的中国的权力都在这个集团的，就是打天下坐江山的暴力集团手里。比如说刘邦集团、李世民集团啊、朱元璋集团啊，直到满清的那个集团都是这个集团。这个集团的相当于暴力集团的董事长就是皇帝啊，那个贵族们就相当于是这个暴力集团的股东，儒生就相当于是这个代理人，就受皇权委托的代理人。那这就是秦汉以后一直到晚清基本的结构就这样。但是后来又不一样了，比如国民党那会儿一直往下走，这就会有变化。所以我们看这个就像年轮一样，一棵树最底下有一圈年轮，最外边又一个年轮，它都是这棵树，或者都是暴力集团及其代理人。问题是每一棵就是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时期的这个暴力集团及其代理人，具体是谁又有不一样啊，又有差别。然后我就说这像一个俄罗斯套娃，最里层的那个套娃就是这个秦汉以后一直到晚清这打天下坐江山的那个集团啊，那个他呢，就是暴力股东加上代理人。于是这个最里层这个套娃呀，它就有一张阴阳脸，正面脸呢就是皇上，正大光明，那个匾上写的奉天承运，正大光明是一张皇帝脸。背面呢那张脸是代理人的脸，它代表了条条框框小集团，吏户礼兵刑工各部各个条条
那个下边各个省、各个府、各个县，这个他们都有自己的独特利益就这些小集团的私利，还有官僚的私利，这些代理人的脸就是这个背面的脸，就是一阴一阳那个正面反面，正面脸就正大光明、奉天承运，这就是光控经济第一定律描述的就是我们找到民间和官方那个共荣利益最大化的那套政策、那套法规制定出来那个治民之产，每家100亩之田5亩之宅上可以那个养父母，下可以续妻子，让大家都过好日子，这就是儒家的这个说法。第二定律就是那官僚代理人们以权谋私，捞取各种好处，就是这个里层套娃的阴阳脸，是光控经济和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分别描绘的。在这个里层套娃，这个套娃的怀里揣着一把打天下坐江山的宝刀，而且祖祖辈辈一代一代的往下钻，始终是这把宝刀我们经常说中国的那个真实的统治方式是外儒内法。那个汉宣帝训自己的太子说你不能就信儒家的那一套，用德政治国。我们汉家的传统制度是那个叫霸王道杂制，霸道和王道杂或者用外儒内法。这个内法就那把就是这个腰里怀里揣的这把宝刀，这就是这个套娃的最里层，就是2000多年皇权制度这个专制这体制之下的里层套娃。然后第二层新式的套娃出现了这就是1840年之后，在西方的这个冲击引导下，中国出现了新的意识形态集团这个集团放弃了儒教，信奉马列主义，然后枪杆子和笔杆子结合，组成了一个新型的武装教团。这个新型的武装教团开始打天下坐江山，而且最后成功了。这是那个中层套娃。这个中层套娃就好像那个树的年轮一样外边的环境变了，西风吹来那个西风夹杂着各种意识形态，其中有马列主义那个还有马列主义的这共产党和党国体制的种种组合，这都是比原来我们中国土生土长那套东西要强大有效更有说服力的这些东西。然后中国内部的那个有革命精神或有那个想改变中国的这个落后贫穷面貌的那批人，就吸收各种东西，其中一部分就吸收了这种西方的新的文化，然后那个枪杆子笔杆子结合，构成了一个新型的武装教团。这个新型的武装教团的核心教义在中国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也就是推翻3座大山。推翻之后建立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这就是这个新式的武装教团的那个的主张，还有他怀里也揣着那把宝刀这枪杆。结果成功了打了天下，坐了江山了但是中层套娃就出现了一个悖论。这个悖论就是推翻了封建主义的人，封建在这里就指的那种等级制度，那个公侯伯子男但是推翻封建主义的人自己却成了红色贵族，而且比他推翻的那个地主是更有强制力。因为这个地主你也得商量嘛，人家不种你地退店了，你是没话说的，你不能用鞭子抽，你没这个权利。但是那个封建领主是有这个权利，因为这有等级制度，有强制命令。于是推翻了封建主义的人，他建构那个制度反而强制命令的水平上升了，封建等级制上升了，多少级的干部非常清楚。这是第一个悖论。
第二个悖论就是推翻了官僚资本主义的人自己当了资本家。这是毛泽东的话啊，毛主席说是他们比资本家还厉害啊，因为有了权力的协助，这两极分化反而更严重。这是第二个悖论。第三个悖论就是赶走了美帝国主义，迎来了一个新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啊，后来把苏联社会主义帝国主义闹掰了，又招商引资，又把西方的资本又引回来了。这又是一个悖论，就是你干的事儿最后你都成了，你反对的东西后来你都成了它啊。那现在中国在第三世界采购销售啊什么的产品输出啊资本输出啊那第三世界那非洲又把中国也看作一个新的帝国主义啊，至少人家这么攻击现在哈，就是你干掉的东西恰恰后来你变本加厉的成为了它，这就是这个悖论。毛泽东当时是非常清晰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努力描述这个矛盾，而且试图解决这个矛盾。比如他说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这不就是在描述那个比资本家还厉害，就推翻了官僚资本主义，自己成了这个更大的官僚资本主义，他就在描述这个，而就把他们称为，但是你说叫一个阶级吧又不合适，于是专门找这个词儿叫走资派，走资本主义道路当前派。然后他还发动文革，要反修防复辟，专门的弄一场运动，把自己这儿搅了个天翻地覆，就要解决这些矛盾。这是那个这个毛泽东的这个做法。所以你就看这个套娃，毛泽东建的这个套娃，里层套娃有一个君臣脸、公司脸啊，正面是正大光明的皇上啊，背面是一权谋私的代理人公司，有个阴阳脸。到中层套娃这儿呢，毛泽东就一路往前推，要继续革命，就升级为这正面的脸是一张继续革命的脸，毛泽东的脸，以毛泽东为代表背面呢是不断的又要复辟的要以权谋私的，同时还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变成那个自己所反对的那些人的那张脸就是悖论的那个自己反对的人自己变本加厉的成为了他反对的那个人那张阴脸。毛是那张阳脸据说这个正面脸革命派是大公无私，那复辟派呢就是以权谋私。比如说正面脸的代表就是毛泽东，背面脸的那个代表呢就是企图复辟的走资派。那头号走资派就是打倒那刘少奇反正后边是什么各个那个走资本主义道路当前派的一串的那个不同的人的脸汇在一起，这就是那个中层套娃套了一个，就像那个年轮一样，又长出一个新的。就这个套的这个逻辑也是历史时间顺序的这么一个逻辑。我在这儿问一句那个打断一下，这个套娃，因为我们都知道俄罗斯套娃，如果见过，就是它是一个一个一个，最后端出来的是一个大娃娃。我的意思是说，您这个其实是把时间的纵线，把它，就是这个在时间的纵线，就是我们说，如果是中国的社会是还是在发展中的嘛，在这个发展中累计的这些官家集团的这些势力存在，因为肉身肯定消失了，对吧？秦始皇那个皇帝他都消失了，但是他们在中国社会这个土壤里、制度里面、文化里面留下的这些，你说后果也好，因素也好，基因也好，他们还在。等于就是所谓我们说的历史的包袱，就我们说的政治社会文化的包袱，所以这些东西像娃娃一样是套在一起端到我们面前的。也就是说，您现在在描述的是一个越来越大的娃娃，它不是一个娃娃消失了换成一个娃娃。所以您说它是一个累加的状态，是不是？就是前面的这些因素都还在。对，是，它是一个。就是像年轮那样进化出来的但是越往里我们越能看到它的原始状态它更简单，越往后越复杂越增加了很多新的外来因素或者是意识形态的那个因素。最初的状态是最简单的，就那把刀。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里层套娃看成，比如说这个官家套娃的，就是那个暴力集团打天下坐江山这个集团的1.0版啊，然后那个中层呢是2.0版，外层呢是3.0版。3.0版就是现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坐在这儿的东西。你往深了追，顺着历史的线索往远追就会看到它的前身是2.0版，再追前身是1.0版，就是这么一个比喻。懂了，等于我面对的现在不是这娃娃抽出来的外头那一个，是这一堆娃娃落在一起，一个大娃娃端给你。但是这个大娃娃从外面端详，它有正脸有背脸，但它这个又大又复杂的这个脸儿，您其实是一层层剥茧，抽到核心上去了。顺着历史往前追。明白了，太好了，您继续往下讲，这是中层娃娃了，还有3层，还有外层娃娃。3层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看到这一层，这就其实就是毛泽东的那个实验，也就是公有制、计划经济，这受挫之后，文革失败了，然后我们发现这个让官家集团改弦更张，调整了那个武装教团的教义。这个教义最重要的调整就是把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的地位提高了，政治的这个斗争的地位下降了，然后允许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就放弃了邓小平放弃了那个毛派的这个教义，就是原教旨。但是你说彻底放弃了吧，也没有，还要坚持4项基本原则但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这就发生了一次教义的调整教义的最高阶的位置发生了变化，是经济建设。一旦这个权力接纳了市场经济，要寻求经济收益、经济效益的最大化那就要调动人的积极性要发挥市场的作用，发挥这个产权的激励机制，然后跟资本结合起来，然后就形成了权贵资本。然后这时候毛泽东当年预言的那个所谓封资修反革命复辟，好像怎么都成真的了这就开始形成了一个新的套娃。这个套娃的正面是资本权贵脸，但是你说是资本权贵脸那么正当吗？那么合理吗？也不一定那个后边毛泽东的4项基本原则并没有消失，所以还在，毛泽东还在，只是从正面的脸转到了背面。所以这个外层套娃的阴阳脸，正面是资本权贵脸，背面是毛泽东的脸总而言之，就这个官家套娃呈现的是一个3层，里层、中层、外层2面的结构，也每一层都有一个阴面一个阳面，一个正面脸一个背面脸，阴阳2面脸里层呢就是传统的官家，正面是皇帝脸，背面是官僚代理人脸，中层是新式的武装教团，正面是毛泽东，背面是走资派，最外层就是现在了，是当代的官家的这个套娃，正面是资本权贵，背面是毛泽东。每一层这个套娃都是有自己的独特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就是每一层套娃的3观都在变。最里层的那个套娃的那3观是外儒内法是主导，是那个阳面那脸是儒家，背面脸是法家。那个到中间那层脸，正面脸就是毛泽东思想，这世界观主导的世界观是毛泽东思想，价值观也是。然后最外层那个这是邓小平理论。但是这虽然价值观、世界观每一层都在变，但始终不变、一以贯之的就是那个套娃怀里穿的那把祖传的宝刀。这把宝刀确保权力主宰一切，权力要素或者暴力要素的收益最大化，就成为各种那个每一层套娃、各种制度设计的核心原则，就是我们前面说的那个一个公式所描绘的。一个公式就是皇上打了天下坐江山，土地怎么分，每一块用多少，多退少补，让每一块都达到恰到好处，利益最大化，综合收益最大化，每一块都收益最大化的一个平衡
这就是那个皇上的就用这些公式算啊。当然刚才说了3个定律，皇上这么想的这么算的，每一层代理人还要抠哧挖掘那一块，然后最后形成的对于那个生产集团的压制，就政治决定经济，形成一个个的这个一次一次的王朝的循环。现在这个官家套娃出现了2个大危机，3层套娃。这个第一大危机呀，跟以前历代这2000多年不同的就是暴力传承危机。过去打天下镇江山的这祖传宝刀是怎么传承的？世袭呀，皇上传给太子，太子当了皇上再传给太子，一级一级的往下传。这个传承是相当稳定的，相当就最高权力的传承它总是这个最高权力的传承，或者是就是皇上就是总司令了嘛，最大的那个所有的那个武装力量都是听他指挥的，就是这把宝刀相当稳定，很少出乱但是当代中国的武装教团世袭是不合法的呀，你怎么能传给自己的儿子呢？传给自己儿子肯定不叫社会主义了，连这招牌都不能打就这个，那这不是世袭了，没有皇上了，连这个股东这个世袭都不那么合法了。在名义上，所有的大小官员都是代理人，即使有红色接班人，那个红色贵族也不过就2、3代，越往下就折得越厉害，就过去叫君子之泽5世而斩，最多传5代你就什么也不是了，就是平民百姓了。那个现在可能这传2、3代，就是每次都得打折，就是把这个打折的因素也考虑进去，或者说我们那个给他一个打折的考虑，但主体上大小官员都是代理人，也就是天下无主，没皇帝，没股东，都是代理人。于是这个武装教团的武力传承就出现了危机。这是第一个危机，这就是最高权力传承危机。每次传承都容易出事儿你像毛泽东传给刘少奇出事儿了，然后传给林彪又出事儿了，然后林彪之后又找了一个王洪文，又接不住又出事儿了然后又传给那个华国锋，也没坐稳吧，又出事儿了。就是这个武力传承非常容易出事儿，这是第一个危机。第二大危机就是教义传承的危机。武装教团嘛，第一个是武装力量、武力、宝刀，第二个就是教义圣经。当代的武装教团的教义，本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这么定的。其实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差别然后到了邓小平理论又有了差别，然后3个代表又有差别。反正一代武装教团的教义一代一改，结果弄得错综经常有很多内在的这个矛盾和那个错杂敌误。就是如果圣经不变，这教育传承是稳定的；这圣经一代一改这就不稳定了，就没了自己的圣经了。比如说我们就看到很吃力的要重建意识形态，要打造出一个新的有说服力的意识形态，但是这种努力虽然持续多年，类似儒家的或者毛泽东思想那种水平的逻辑自洽的体系尚未建构成功。我们现在很难说出那么一个东西，一说哇就有感召力，人们前仆后继跟着就认可就上去了。这个教义传承也有危机。于是这个武力和教义这2大要素武装教团的根基就不深不稳。枪杆子这个家业不好往下传，笔杆子的这个衣钵也往下不好传，于是整个说的这个官家套娃的稳定性就出了问题。于是官家主义体制的稳定性现在也成了大问题。这就是这个3层的这个
用俄罗斯套娃来比喻我们的权力是谁啊？这1、2、3层，但是它的核心就是打天下做江山的暴力集团加代理人，这就是权力是谁？权力一直是这2个主体，这2个主体究竟什么教义？它每个时代的教义是什么样的，一直在变。好，说完了。太好了，因为我看这本书的时候，您的这个俄罗斯套娃的这个比喻，我刚才说就印象非常深刻。但我一直就有一个问题，就是它这个，如果它核心是这样一个宝刀权力宝刀的话，刚才我问了一个是它这些因素它这些权力这个官家集团的这个因素，这些您说这个武力的核心，还有这个教义，它其实是累加的状态，但现在等于都出现了，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我们都看见它出现了问题。这个并不是说谁要去唱衰，或者说谁要做一些什么这种耸人听闻的预测，其实这个逻辑和历史已经推演到这个地方了。这个您一讲完我就明白了，我觉得您这个俄罗斯套娃这个比喻是一个会深入人心的一个说法的。谢谢您这一段。